台军意图采购新锐的美制反隐身预警机，来以此克制解放军的歼20隐身战机。此种做法是否可行？战时又能有多大作用？来一起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反制绿媒《自由时报》又发表了针对大陆歼20隐身战斗机的破局方法。文章强调，台湾空军打算计划采购美国海军航母现役的鹰眼 E2D 型舰载预警机。这种飞机具有反隐身战机的功能，因此可以轻易地探测解放军歼20战斗机的踪影，使其无处匿踪。台空军现有的6架 E2T 预警机已经服役20多年，机身设备已经出现了老化。更重要的是 ，E2T 预警机的机载预警雷达的综合性能已经完全的落后于大陆的同类型空警500、2000等更加先进的数字阵列有源相控阵雷达，而且面对大陆的电磁干扰战术也难以防备，这将严重影响本就不足的台空军事态感知能力。因此，现阶段台湾空军为了改变预警机落后的问题，正在讨论购买最新型号的鹰眼 E2D 型舰载预警机。此款预警机是美国航母现役的主力预警机，性能较为先进。目前采购提案已经交给台湾伪国防部审核，预计最快2023年开始进行 E2D 的采购计划。当然，这一切得以美方同意为前提。台媒对此炒作为可以发现大陆的歼20战机，可以有效地在战时反制歼20。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虎妞认为，反制绿媒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任何理论支撑。要知道，虽然新一代的 E2D 舰载预警机采用了新式的 AN/APY9 机械电扫描雷达系统，这种型号的雷达被美军认为是目前美海军最优秀的大型机载雷达之一。但是，这种雷达只针对传统的飞机、军舰等大型目标，具有550千米距离的最大侦测范围。对于隐身飞机来说，其发现的距离将会大打折扣。举个例子，比如大陆的歼16战机，它并非隐形战机，通常在雷达反射截面为7至10左右平方米的 RCS，E2D 舰载预警机可以轻易地在300至400千米的距离上发现其踪影。如果是更大号的轰 6K， 那么这个距离可以增加至550千米。但是歼20是正好相反，由于其是隐身战斗机，气动布局、进气道经过隐身处理，机身还涂满了锡箔隐身涂料，因此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 E2D 舰载预警机 AN/APY9 机械电扫描雷达系统发射的雷达波，少量反射的雷达波不足以支撑 E2D 对于歼20的有效探测，因此 E2D 只能在极近距离，如数十千米的地方发现歼20。这个距离对于 E2D 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歼20的机载雷达探测距离超过300千米，尤其是对于 E2D 这种大型的螺旋桨飞机来说，可以在300千米范围对其进行精确跟踪。而且歼20还装备有射程超过200千米的 PL-15 远程空空导弹。如果进入200千米范围，歼20可以在 E2D 未发现异常的情况下，发射 PL-15 对其进行极限空中猎杀。到时候 E2D 只有被击落的份儿，更别提什么探测歼20了。还有就是 E2D 的价格也会让台空军无法负担。之前法国向美国采购了3架 E2D 就花了20亿美元，平均一架为6亿6千万美元，这个造价都够大陆建造一艘052D 了。而6架 E2D 的价格就为40亿美元，这个价格还是美国出售给亲密盟友法国的价格。至于地位更低的台湾地区，相信这个价格还得上涨，估计最后台当局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进行采购。最后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就算台空军顺利购买了这批预警机的话，对于大陆到底威胁几何呢？虎妞认为不但没有威胁，甚至最后可能这些飞机会落到解放军手里，并且使美国预警机的技术特征和战术数据链一并被我方破解。一旦解放军与台湾军队发生冲突，这些 E2D 飞都飞不起来，因为台空军基地目前在全台湾岛只有6个。E2D 是大型螺旋桨飞机，只能在足够标准的军用机场起飞。那么我方能够在冲突的第一时间，将数百发远程大口径制导火箭弹和东风系列短程导弹覆盖台所有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机库、塔台等核心设施。处于地下深处机堡的 E2D
也可能会遭到东风钻地弹的打击。整个过程只需要3至5分钟，这个时间就可以把全台的空军基地变为废墟。遭到打击的大部分 E-2D 只会变成残骸废铁，少数漏网的 E-2D 也会因为机场的损毁而导致无法起飞，甚至可能会被后续的解放军部队完整的缴获。因此，综合分析，台军购买什么样的高科技飞机都没有用，因为这些飞机不是在开战的第一时间化为废铁，就是在后续的行动中被解放军缴获。因此，还是奉劝台当局，与其做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还不如多花几个钱改善下岛内的民生问题。